正在开发语音应用的工程师，最近是不是经常被用户抱怨，说 AI 总像个反应慢半拍的木头？对方话都说完2秒了，后台日志里的大模型还在那憋回复，这种体验把通话流失率直接拉满。哪怕把服务器配置堆满，把并发限制调大，那种一问一答之间的尴尬停顿还是消不掉。针对这个痛点，不少团队开始尝试接入新一代的实时语音模型 GPT Real-Time 2.1，这是专门为了解决超低延迟交互而设计的一套全新方案，也是目前不少出海语音客服 AI 伴侣团队重点测试的对象。测试下来的实际数据非常惊人，在改进了缓存机制后，它的 P95 果延迟至少降低了 25%。在实际通话测试里，原先2秒以上的反应时间，现在直接被压缩到了肉眼可见的流畅范围内。这背后的核心机制是彻底抛弃了过去把语音转成文字，再丢给大模型，最后把文字转成语音的3阶段链条。过去这种链条里，每一步都有编解码和排队开销，一旦并发高了，延迟就会成倍放大。而现在这套模型在底层实现了原生语音到语音的端对端处理，输入是音频流，输出直接就是音频流，中间没有任何多余的转换环节。为了在成千上万个并发请求下还能保持稳定，底层的 WebRTC 架构也做了重构。它把专门负责保持网络连接的中继器和负责处理媒体流编解码状态的收发器进行了物理隔离。这就好比把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和车道彻底分开，数据包一进来就分流，直接把连接建立时的第一跳延迟压到了最低。这套架构优化的效果非常直接， P95 延迟至少降低 25% 的数据，意味着极少数网络最差的用户也能获得及时的语音反馈。以前网络一抖动就卡死的情况，现在被底层的重传和缓存机制给悄悄抹平了。但这套高性能引擎的背后是极其昂贵的价格。 GPT Real-Time 2.1 的音频输出价格高达每100万令牌64美元，而 GPT Real-Time 2.1 Mini 的音频输入价格也要每100万令牌10美元。按照官方给出的建模参考，音频模型每分钟会消耗600个输入令牌和1200个输出令牌，高并发场景下，这个账单速度会像流水一样可怕。另外，你还得提防语音推理差距这个坑，因为原生语音模型把大量参数花在了声音、语调的理解上，在纯逻辑推理上是不如同量级文本模型的。如果直接用它去做复杂的账单计算或者业务逻辑判断，不仅成本高，出错率也会直线上升。如果你是做高频简单日常对话的业务，比如前台预约、外卖确认，那接入这个模型能让你的用户体验直接拉开同行一个身位，多付出的成本能用高转化率补回来。但如果你做的是政企客服，复杂技术支持，盲目接入只会让你面临高额账单，同时还要面对 AI 语音胡说八道的风险。这时候用传统的文本大模型加上低延迟语音合成技术，反而是更稳妥的方案。